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今時今日仲會聽到人話做貓好過做人啦。確實表面睇落，貓喺呢個資本社會簡直係進化嘅大贏家。以前貓係用嚟捉老鼠嘅勞動階級，依家只要個樣夠可愛，肯黐人，打個喊路就有冷氣嘆、優質罐頭同埋頂級嘅醫療服務啊！佢哋仲唔係自然界嘅商業奇才？但就有唔少主人投訴，唔好話老鼠啊，依家叫佢幫手捉隻小強都驚啊，捉烏蠅都會棘親㗎，咁都唔叫退化。不過佢哋又真係幾有本事，半夜3點都使得喐我起身幫佢開罐罐啊！今集我哋想同大家回顧下喺過去呢20零30年，到底養貓嘅環境同方式有咩大轉變啊？再嚟推斷下依家嘅貓整體嚟講，究竟係進化咗定係退化咗呢？記住睇到最後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心智，你可能都聽過上一代長輩講啊，話貓係出晒名蠱惑又機智，佢哋啲智商基本上係用嚟揾食嘅，要計住隔籬屋幾點開飯啊，邊條後巷有大老鼠，邊隻惡狗惹唔過。以前嗰種聰明係生存嘅硬實力啊，但而家佢哋啲聰明進化到係用嚟慳力啊，唔使再計點避天敵，反而係計緊點樣用最低勞動力。例如喵一聲咁大把就換取到最高報酬。簡單講就係將所有智商 all in 晒嚟研究主人嘅心理學。惡命上進，佢哋已經睇通晒，上進極點都唔夠 sell 可愛咁有效啦。至於講到食，以前搶到一餐得一餐啦，依家成屋罐頭擺晒喺度，當然會揀飲擇食啊。唔係因為唔餓，而係佢知你錫佢咯。有得揀，梗係食最好㗎啦。呢種選擇權咪係另一種層次嘅進化咯。情感，30年前做貓，無論係社交定愛情生活啊，應該都幾精彩啩。睇你點睇啦，起碼好多貓仲可以自由戀愛。雖然為咗爭地盤同情敵打交，打到流晒血就在所難免㗎啦，但都叫做見過下世面。而家啲貓可能成世都冇正式同另一隻貓相處過，更加唔使講咩交配群體生活，有啲連邊個係佢阿媽都未必知啊，更加冇學過點樣做一隻正常貓，就算俾邊個蝦都未必會有人幫佢出頭啦。結果係你會見到佢哋都幾矛盾下，一方面好似好識得愛人，會挨住你，會咕嚕咕嚕跟到你實，但另一方面又會突然好煙霧，無啦啦咬你搲你，完全係要睇佢心情啊。有時佢哋甚至會將主人當成係自己嘅伴侶或者親生媽媽，但問題係呢種情感究竟係進化定係因為需要而依賴呢？你都可以話係進化嘅，因為佢哋學識咗跨物種同人類建立關係，但同時你又可以話係退化，因為佢哋已經唔太擅長同同類相處，轉而發展出一種操控人類心理嘅做貓方式啊。外貌，以前撞口撞面都係唐貓，雖然隻隻顏色唔同啊，但個個骨骼精奇，五官端正啊。嗰種銳利嘅眼神係大自然嘅產物啊，係一種為咗生存而存在嘅功能美。但依家呢，為咗迎合人類不斷轉變嘅審美標準啊，貓嘅外貌進化到簡直靚到可以做明星啊！要大眼有大眼，要圓面有圓面，想細隻嘅又可以當公仔咁抱住。表面睇，今日貓嘅外表係 upgrade 咗，令佢哋好輕易就成為最受歡迎嘅寵物。但代價係咩？呢種血統大兜亂，加上不為人知嘅繁殖慘況，造成大量先天基因缺陷。有啲品種會天生呼吸困難，有啲就成日流眼水，甚至有啲骨骼天生畸形。你可以話佢哋係為咗討好人類而被逼喺外貌上強行進化，但實際上換嚟就係無數嘅遺傳病，令佢哋嘅生存能力反而退化晒。繁殖，
唔使講你都知啊，以前啲貓生仔多數都係自願，雖然唔係話全部都係愛情結晶啊，好多時只係一場意外，但一胎生10隻8隻平平安安已經算係咁啦。但到依家絕育變咗係必然嘅選擇，就算手術有風險啊，為咗預防重病同避免過度繁殖，大家都會堅持去做。結果係今日仲可以揾到艷遇自由交配嘅貓只係少數啊，反而最慘係嗰啲生得靚又後生嘅貓女啊，最容易被睇中變成生仔機器。喺呢個大把人爭住做嘅繁殖行業入面，就算唔係為咗改良品種，只要可以賺快錢就已經好有吸引力。呢啲貓一旦生到冇晒利用價值，好大機會就會被棄置啊！喺業界眼中，貓可能只要做到多產、聽話、血統純就叫做進化喎，唔通好似以前咁生完出嚟冇市冇價，等餓死就好咩？所以其實喺今日，貓已經集體被剝奪咗交配嘅權利，連想唔想做父母，甚至要唔要絕育，全部都唔到佢哋自己揀啦。所謂嘅繁殖，只不過係幫人揾錢嘅商業性行為。體能，以前啲貓真係好似唔識驚㗎，喺屋村水渠、天井，好多時都見到佢哋好似識輕功咁啊，反應快到你都睇唔切，唔怪得有人話貓有9條命咯。但依家啲貓成日就困喺個幾百尺屋企，有得望下街、曬下太陽，已經叫做住得好啦。一想最激烈嘅運動，頂多係由梳化跳上餐台，或者追下鐳射筆嗰粒紅點咯，已經係好大運動量。至於半夜叫佢幫手捉曱甴，佢都要反應得切先算啦。如果撞正啲怪獸主人，乜都唔俾事，樣樣要管，隻貓自然變得更驚青啦。所以你會發現，依家啲貓多數都係一身鬆軟嘅贅肉啊！呢種退化其實咪就係為咗適應城市生活咯。既然唔使揾命搏就有飯食，做乜咁辛苦啊？佢哋依家嘅體能，只要應付到由房行過去飯碗面前就夠啦。呢種慳電模式啊，都可以話係進化嘅。至於話佢哋係天生獵人，心態上係啊，但實力就唔好提啦。健康呢點係最爭議嘅。以前啲貓病咗或者食錯嘢，嘔兩下，瞓幾日冇事咪繼續生存。嚴重嘅話就揾個角落匿埋，自自然然啦。以前啲貓生命雖然短暫，但勝在走得瀟灑，唔需要追求咩所謂嘅意義。但依家呢，一有唔妥就去睇獸醫、抽血、照 X 光、打針、食藥。冇錯，佢哋係可以活到10幾20年，但代價係要承受長期嘅醫療折磨。咁樣真係進化？好多老貓後半生都要打皮下水、食化學糧、出入診所，呢種生活其實已經慢慢磨滅咗佢哋應有嘅尊嚴。到底呢啲係咪貓本身想要嘅生活啊？今日嘅貓某程度上已經冇咗以前嗰種生命嘅韌性，或者順應天命自然走落去嘅本能，換返嚟嘅係一段靠藥物同醫療勉強續命嘅餘生。成全，最後講到成全，以前啲貓教下一代好簡單啊，就係教佢點樣揾食，點樣避開危險，點樣喺大自然生存，呢啲本領一代傳一代。依家呢，佢哋成全緊嘅係反而變咗點樣揾個好奴才啊，點樣精準踩住主人個 keyboard 而唔會俾佢鬧啊，又或者係邊隻罐罐先至最好食。佢哋一代比一代識睇人面色，一代比一代嘆慣冷氣。當一隻貓去到冇咗人類就生存唔到嘅時候，佢哋基因入面份野性已經俾人類慢慢養純晒。呢種成全嘅斷層，將貓由一個本來好獨立嘅物種，變成一種依附人類生存嘅新物種啊！但同時佢哋又好有本事嘅，識得反過嚟影響翻我哋嘅生活，甚至改變埋人類嘅價值觀啊！睇到呢度，如果用人類嗰套思維，依家做貓其實只不過放棄咗獵人嘅尊嚴，
用自由嚟換取每日20個鐘頭嘅睡眠，同埋無限供應嘅罐罐啊！喺呢個生存成本咁高嘅資本社會，有豐富嘅物質，有冷氣炭，仲有人幫手鏟屎，其實又有咩問題？又或者換轉係你，身為人，其實又會唔會一樣跪低呢？最後，我想引用一位已故作家馬克吐溫嘅名言作為今集總結。如果你都幾同意佢嘅觀點，喺下面打個 A 字話我知啊！下集見。在所有生物之中，只有貓是永遠不會被奴化。如果人類可以與貓結合，對人來說絕對是一種進化，但對貓來說就肯定是一種退化了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